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，好久不见，大家有没有想我呢？2018年5月25日，底特律变人正式在 PS4 上发售，随后血洗 B 站，游戏区 UP 主纷纷开始安利这款游戏。它有着惊艳而逼真的画面，精妙而又富有深意的剧情，强烈的代入感和沉浸感，研发费用达到了2.3亿，可以说是3A 级别的可交互电影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制作公司 Quantic Dream。底特律变人这款游戏被分类为交互电影。什么是交互电影？通俗点说呢，就是高配高 game， 高配视觉小说。人们为什么更愿意称其为交互电影而非游戏呢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非开放世界和强线性剧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底特律变人的制作过程中使用了电影的制作方式。什么叫做电影的制作方式呢？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是剧本和演员。在这款游戏里，你所看到的人物为什么那么逼真？为什么那么细腻？因为他们是完完全全仿照现实中的真人制作的。是将演员的脸进行 3D 扫描之后生成模型，而不是由 3D 建模师凭空捏出来的。游戏一共有3个主角：卡拉，游戏女主，家用机器人，由美国女演员 Valerie Curry 饰演。她曾经出演过电视剧 The Following、The Take， 以及2012年 Quantic Dream 的原型技术展示动画卡拉。32岁，身高1.63米，生于美国加州。康纳，游戏男主之一，警用机器人，拥有最新的技术和设计，由美国男演员 Brian DeCharge 饰演，出演过电影 As Good As You、The Remaining 等等。31岁，纽约大学毕业。马库斯，游戏男主之二，高级家用机器人，由美国男演员 Jesse Williams 饰演。最著名的作品是在 ABC 电视剧《实习医生格雷》中饰演 Jackson Avery。36岁，2012年 Quantic Dream 制作了动画短片《卡拉》来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。在动画完成之后，工作室老大大卫·凯奇就萌生了制作底特律的想法。他们前往底特律进行实地调研、拍照、参观被遗弃的建筑物，并与当地市民交流。他们还找到了220名临时演员，通过 3D 扫描将他们制作成游戏里的模型。而游戏剧本也由老大大卫·凯奇亲手操刀，历时2年撰写，最终完成了这个游戏。底特律让 Quantic Dream 名声大噪，但他们并不是只有这一款游戏，他们还制作过《暴雨》、《超凡双生》，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叙事电影游戏。这家工作室的成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，由大卫·凯奇一人在法国创办。大卫·凯奇呢，只是一个笔名，他本身是法国人，原名叫 David DeGrutola。1969年出生于法国米卢斯，现在已经有49岁了。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，是属于爸爸甚至爷爷辈的人物了。他从小就很喜欢玩游戏，最早接触的游戏是 Coleco 主机上的类似乒乓球的小游戏。他也是少有的亲眼见证了游戏行业从像素化的简陋2D 画面到精致逼真的 3D 渲染全过程的人。大卫·凯奇最早并不是游戏制作人，也不是剧本作家，而是音乐人。他从小就学习弹钢琴，在14岁时开始使用电脑制作电子音乐，是最早使用电脑制作音乐的那批人之一。在15岁时，他还专门练习过唱歌和和声。18岁时进入巴黎的一家音乐工作室，之后就一直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，为广告、电视剧和游戏制作音乐。在1997年，他决定放弃音乐，开始制作游戏，于是就成立了 Quantic Dream 游戏工作室。当时整个工作室就只有2个人，他一个人同时担任 CEO、财务、行政、商务、管理、游戏设计、剧本写作、导演等等等等。除了音乐是专业训练之外，他的剧本写作、他的计算机代码知识全部依靠自学。1999年，大卫的 Quantic Dream 工作室制作发布了第一款游戏《恶灵都市》。他在制作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联系到了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大卫·鲍伊，请他帮忙创作了游戏原声音乐，并在游戏中扮演2个角色。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，并且是当时最早的开放世界游戏之一。在制作这个游戏的过程中，大卫发现自己更加喜欢剧情设计而非开放世界。人们在游戏里可以随意探索城市、漫步街道，但这样的开放世界极大地破坏了他想讲的故事的连贯性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决定，在下一个游戏的制作中要集中于故事讲述，也就是叙事，而放弃开放世界。于是2005年，工作室的第2个游戏《华氏 Fahrenheit》诞生了。Fahrenheit 的译名还有很多，比如华氏温度计、幻想杀手、电缆语言等等。这个游戏呢，是他们的第3代游戏《暴雨》制作之前的测试，是 Quantic Dream 制作的第一个采用强叙事模式的游戏。当时他们也不清楚这样的游戏市场会如何，会不会无人问津，仅仅是因为大卫想制作一个叙事游戏，所以他们就做了。游戏讲述了一个谋杀与调查的悬疑冒险故事，玩家会随着故事进程操作2位主角，一位是美丽严肃的警察，一位是逃亡的杀人犯。故事有多个章节，并且不同选项会走向不同结局。这个游戏在全球卖了70万份，这坚定了他们的信心，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数据支持，让他们说服了索尼支持这样的游戏继续开发。于是他们的第3个作品《暴雨》应运而生。
暴雨依旧是悬疑而艰辛的美剧设定，故事发生在美国东海岸的一座小城镇。每当暴雨倾盆而下的时候，警方便会在雨水中发现一具男孩的尸体，受害者已达8人，至今无法破案。据大卫自己说，暴雨剧本的灵感来源于韩剧《七宗罪》。玩家的游戏中，随着剧情进展，可以操作5个角色，是一款相当有代入感的游戏。暴雨诞生在了一个正确的时代，玩家和市场已经做好了接受这种叙事游戏的准备，而 Quantic Dream 工作室也有了更多的经验、更好的技术，这一切加合在一起，促成了暴雨的成功。时至今日，暴雨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450万份。暴雨大卖之后，大卫又推出了他们的第4部作品《超凡双生》。然而这一次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，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滑铁卢。超凡双生的评价2极分化极其严重，大量的媒体和玩家给出了差评，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故事的叙事过于激进，互动性削弱了很多。大卫的受到采访时这么说：超凡双生销量确实不好，但如果只是一款游戏的销量不好，你就会去否认这20年来的一切吗？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它只是诞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机。GTA 5发售， PS3 寿命终结，大量玩家转移至 PS4， 或许这个故事并不是市场所期望的，或许是我没有把故事讲好。这个游戏并不好，但我为它骄傲。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旅途，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体验。在它抵达了最后终点时，我是骄傲和自豪的。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观念。如果超凡双生完全复制暴雨的模式，很可能会大卖，但大卫并没有选择这么做，他总是在尝试加入新的东西，或许这就是身为艺术家的坚持吧。Quantic Dream 从不出续作，因为他们不需要 IP， 他们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，故事讲完了，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给这个游戏画上圆满的句号，而不是继续出续作，强行接续剧情，强行压榨游戏 IP 的剩余价值。每完成一个游戏就翻过一个篇章，而下一个故事就是另一场奇妙而迷人的冒险了。他们还是在坚持着自我，没有因为市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于是在超凡双生的失败之后，我们才能又一次看到他们证明自己，又一次看到他们的倔强之作《底特律变人》。该作发售首周就打破了战神连续5周霸榜纪录，登顶 PS4 销量排行首位。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IP 了，这是只属于 Quantic Dream 和大卫凯奇的 IP。只要是大卫凯奇的作品，只要是 Quantic Dream 的作品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一定会是另一个感动又震撼人心的电影。最后，就让我用大卫凯奇在暴雨获奖典礼上的感言作为结束吧。游戏总是在探索一些相似的东西，总是要变得更强，总是要成为好人，打败坏人。但是这些内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，我们还能做到更多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讲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感情要说。游戏是一个极好的新媒介，我们还可以做到更多更多。我是白时髦，一名独立游戏制作者，一名整天摸鱼的 MMD 黑暗威鬼创作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